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啊。最近阳了，所以休整了一段时间，没有发视频啊。今天算是这个重振雄风了，感觉非常好啊，非常哇塞。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复盘必备工具啊，我会给大家完全的去演示这个复盘工具的全代码的实现过程啊。你可以通过它把你的这个交易策略啊，在历史数据中去做真实的验证啊，也可以作为平时训练我们这个交易手法的一个练习啊，尤其是针对于一些交易的初学者啊，在你打算投入这个真金白银交易之前，最好还是把你的交易方法去复盘练习一下啊，看一下是否真的有这个盈利的能力。那么市面上针对于这个复盘软件，尤其是这个 Take 级别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复盘软件还是不少的也有免费的这个就是需要你自己去花时间花精力去找了也有付费的我在很多年之前用过一款这个叫做Survey Test， 它这个复盘软件是运行在 MT4 上的几百块钱也还不错不过现在的话，不知道它还能不能用看它网站的这个样子，大概率是没有人维护大概率是没做了还有一个目前大家用的，可能是国内用户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复盘大师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贵尤其是你需要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历史数据就是 Take 级别数据进行回测的话，你就要买它这个比较贵的这个套餐一年的话就差不多就是3500终身的话是这个5000块就是一个授权这个还是比较贵的还有一个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MT Driver 这个叫做复盘侠那么它这个促销价是差不多就是1688块功能上其实都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来这些复盘软件都不便宜但是它们的功能呢，其实也没有说是有太大的偏差本质来说，我们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一些功能压缩一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多空的下单然后平仓的一个过程做交易嘛，你就不要整得太复杂尤其是你手动回测手动复盘的话，你过于复杂的话，你可能就复盘的这个就做不下去了太麻烦了好，那么我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在 MT5 上去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复盘的小工具比如说针对于这里的情况下，我如果打算进行这个卖空的话，我就可以先把盘面暂停暂停一下，就是让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市场的交易环境比如说我这里决定卖空2笔的话，我就卖空这个0.02手的话，我点击这个加号给它增加1手，然后我们点击卖出这就做空了一笔。然后到这个位置的话，我如果是感觉它差不多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平仓的操作然后随着它运行到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进行买入，我就再买一笔买一笔之后呢，我们比如说我决定走到这个位置的话，我就进行一个止损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平仓的操作就这么一个功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代码的实现。我会把这个源码的整个实现过程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尤其是针对这个止损止盈这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操作习惯自己做相应的修改就可以我们这里只是出于这个分享教学分享的一个目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demo 大家可以自行的增加自己想要的一些功能。好，那我们就开始写代码吧。我这里的话就使用这个 VS Code 来进行代码的编写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你们可以使用 MT5 自带的这个 MetaEditor 进行编写都是一样的代码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 MT5啊，它不像我们的 MT4啊，它在这个 test 啊，就是回测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些按钮的一个响应事件的一个操作的啊，所以我们会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另类的一个写法去实现在 MT5手动下单的一个目的啊。好，那么这里的话，我是新建了一个 MQ5 的文件啊，我给它取名叫 MT5 复盘老式1.0这里的话是我们常见的一个 EA 里面的一些默认的方法，onInit 初始化方法 ，onDelete 这个卸载时候删除 EA 的时候会触发的一个方法，onTick 就是每次报价的时候都会触发的一个方法还有这里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版权类的版本类的一些信息这个可写可不写好，那么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引入这个 trade 类因为我们需要使用这个类去来做这个交易的一些操作然后的话，我们是需要定义一些文本信息的，比如说这里的运行、买入、卖出平仓的操作。这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手术，还有减这里这一块的内容就是定义一些常量，我们可以在下面的代码进行调用你看，它其实针对的就是这些按钮的上面的提示类的文字比如说暂停运行还有这个加减，还有这个手术，还有买入、卖出、平仓就这些按钮。好，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定义我们这个 EA 的一些基本参数比如说这个 magic number， 还有我们这里的这个 lot size 这里的 lot size 就是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初始手术初始手术也就是我们加载这个在 tester加载这个 EA 的时候它的一个默认值另外就是这个 EA 的话，它是主要是用来在我们这个 MT5里面回测使用的所以最好不要把它用作这个实盘模拟盘时做交易的一个使用在实盘，也就是非这个 test 模式下，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视频分享过相应的这种半自动的小工具我之前应该是做过分享的所以你们如果要使用的话，使用那一款作为这个实盘的时候去使用的一个半自动工具它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只在这个 test 模式下工作的它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用但是就是适配性不是那么好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定一些这个全局变量这两个全局变量都是用来我们这个暂停和运行的，待会我们会用到用到的时候再说然后就是 onInit 方法，在 onInit 方法里面，我们先把这个界面给它画出来那么画这个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create button 的一个方法。create button。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首先参数的话一大堆然后第一行就是创建我们这个图表上的这个图形对象我们是创建了一个
button 对象，然后这4行代码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图表对象一个位置的一个描写啊，比如说这里的 s distance、y distance 代表的就是它针对于这个左上角啊，因为我们这里设置的是 corner left upper 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左上角来说，这个元素它的 x 在哪里，它的 y 在哪里啊，这样就可以针对于我们这个不同的按钮进行一个定位。然后 x size 和 y size 的话，就是针对于它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长和宽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text， 就是要显示的文本信息是什么。然后 font size 字体大小，然后这个 color 的话代表的是字体的颜色啊。然后这个 BG color 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按钮的一个背景颜色啊。然后这个 border color 代表的就是这个按钮它这个不是有边框吗？我们这里的边框其实都是白色啊，它代表的就是这个 border color 啊。最后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我们要显示的这个字体啊，给它设定相应的这个字体风格啊。我这里设置为这个楷体啊。好，这是我们的create button 方法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 on delete 方法里面进行一个调用啊，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图形给画出来了。create button，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绘画这个 btnst 啊，它代表就是我们这个暂停的按钮。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都给它一次性写完。这是我全部的 on-init 里面的内容啊。然后这里的话，这几行代码都是针对于我们这个界面上这个暂停啊、运行、加减，还有这个输入框，还有买入、卖出、平仓这些按钮的一个定义。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它的 x distance、y distance 啊 ，x size、y size。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显示你要在这个按钮上显示什么样的text， 什么样的文本信息啊。这里是 font size 字体大小，这个参数的话是这个是什么来着？这是字体的颜色啊。然后这里的话是按钮的背景色啊。最后的话就是按钮的边框的颜色啊。这是，然后后面这两个其实大家就可以不用写了，因为我这里是为了做视频，做一些这个版权上的声明，我这里多写了2个按钮啊。然后这里就是绑定我们这个 trade 类的 magic number 啊，这是我们做交易的必须的啊。好，我们把这个EA 进行一个编译啊，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图表上看一下效果。好，这里我是新建了一个空的图表，然后我们把刚才我写的这个 MT5 复盘老师 1.0， 就是我们这里命名的一个 EA 啊，给它加载进来啊，看它就出来了。包括我们这里把这个初始的手术给它重新编译一下啊，重新这个输入一下，它就变成 0.5 了。但是这些按钮上面来说，目前来说还没有任何的功能啊。对，它是没有任何功能的。我们只是把这个图形界面给它画出来了。下面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这上面的功能进行一个设定啊，进行一个编写。编写之前，我先在这个 on-init 方法里面把这个做一些卸载类的工作，比如说这个 objects delete all 方法，delete all 传入0，这样的话，它在我们卸载这个 EA 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这个图形给它进行一个删除啊，连一下。好，那么写之前，我们还需要针对于这个
还需要写2个方法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回测模式下 ，MT5 的回测模式下是没有这些按钮的响应事件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判断它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状态吧啊，判断一个它的这个点击状态来达到，是否点击了哪一个按钮啊的这样一个效果。针对于这个文本的话，我们也需要写一个获取这个输入框文本信息的一个方法啊。下面我写一下啊。首先的话是这个 get states states 方法，然后是这个 get value 方法啊。这2个方法就是针对于这个，这里的话是针对于把这个改一下啊 ，get states get value。这个方法主要就是用来获取我们这个文本框的手数的啊，然后这个方法是用来获取这些按钮的一个点击状态的啊。然后我们最好，我们这里也把那个平仓的方法给它一次性写了啊 ，close all position。因为我这里是已经写过了，所以它这个代码提示就可以帮我省很多功夫啊。然后这里就是平调所有仓位的一个方法啊。首先的话就是便利所有的仓位，然后获取它的 ticket 啊，然后选中这个 ticket 持仓的这个对象，然后我们进行一个 symbol 和 magic number 的一个判断啊。如果都是符合的话，我们就调用这个 position close 啊，进行一个平仓的一个操作。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 on 这个方法里面进行调用了。我们这个 Control Speed， 也就是这个暂停和运行的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待会儿再写啊。我们先把这个买入卖出，包括平仓的这些逻辑给它写了。首先获取我们的 ask 价，然后再获取我们的这个 bid 价格。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啊。首先的话是获取我们的 ask 价和 bid 价，然后这里的话是调用我们这个暂停按钮的一个状态啊。如果我们这个状态它等于true的话，那么代表用户是点击了这个暂停按钮啊，那么我们就先是把这个按钮设置成为一个 false 啊，然后把这个 trading in action 设定为 true， 也就是确定要暂停这个盘面的运行啊。最后的话，我们调用这个 chart redraw 啊，把这个图形重新绘画一下。然后针对于这个运行按钮的话，这个运行按钮也是同样的逻辑啊。如果点击了这个运行的话，那么这个方法就会返回一个 true， 返回 true 的话，我们先把这个状态设定为 false， 然后 trade in action 设定为 false， 代表它盘面不需用暂停了啊。然后最后调用这个 chart redraw 这个方法啊。但是这个要实现这个盘面暂停的目的，我们还是需要写一个方法啊，写一个Control Speed 这个方法，我们写在最下面。因为在这个回测模式下，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接口啊，包括方法去直接控制这个暂停按钮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比较另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就是调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for 循环，一直持续的输出这个 comment 来达到一个减缓它运行的一个目的啊。只能这样做啊，没有说是更高端的一些做法啊，因为 MT5 来说它是没有控制这些，尤其针对于这里的速度的话，它也是没有控制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这样一种比较另类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盘面暂停和运行的一个目的啊。好，写了这个方法之后，这个方法逻辑就是，如果这个 trading in action 等于 true 的话，那么它就会执行下面这一段逻辑啊。这段逻辑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盘面暂停的一个目的啊。当然现在我们是还没有绑定这个方法啊。好啊，把这个方法写一下，写在 onTick 方法之前。把它编译一下。我这里使用这个 VS Code 啊，它这个编译怎么说呢？适配的有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可以起作用啊，有时候不起作用啊。所以你们如果使用的话，最好使用这个 MetaEdit 进行再次编译啊。好，我这里测试一下它的效果。暂停啊，盘面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被暂停啊，它只是极大的去延缓它的一个运行的速度啊。比如说我们点击运行的话，它是这种速度啊；我们点击暂停的话，它就会速度变得比较慢啊，这样就利于我们去观察这个盘面啊。如果你想更慢的话，你就是把这里的这个暂停速度给它加大啊，比如说你再给它加0啊，加几个0就可以了。那么我觉得话，这个数值就可以了，就不用再加了。好，这是我们的暂停和运行按钮的一个逻辑啊。下面我们再把这个做多和做空补充一下。做多get states 等于 buy 的话，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trade 点buy 方法。我们这里就是首先是 double 下的 get value btn lot， 然后是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 ask 价，买在 ask 卖在 bid 啊，所以我们传入 ask， 然后止盈和止损的话，因为我们这里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设定啊，我们就直接给它传入0即可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跟这里是一样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检测到这个等于 true 的话，我们就响应它这个按钮之后，我们需要把它这个按钮设定成为这个，直接复制一下，设定成为这个 false， trading action 等于 false， 然后查值对照啊，对的。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做多的逻辑啊，编译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再运行一下，买入，哎，可以了，哎，好，我们再把卖出的逻辑也写一下。get states btn sell， 这就是我们的做空。然后里面的逻辑的话，其实跟我们这里的做多是差不多的。首先就是对 sell， 然后设定这个 sell 的 states 等于 false， 然后 trading in action 等于 false， 然后查值对照等于0啊。get states
BTN 下的加仓，如果等于 true 的话，就代表加仓位啊。加仓的话，这个应该就正确的逻辑啊。减仓的话也差不多，然后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平仓。它这个提示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的。平仓，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加仓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先获取用户输入的用之前的这个没加仓之前的这个文本框里面的内容是多少，然后的话，我们先获取这个针对于当前品种来说，就是获取一下它的这个 step 是多少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值进行一个添加，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新的手术进行一个格式化，也就是取小数点后尾取2个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重新写一下，这里就是针对于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不可能手术是无限制的加啊。最大的话我们给它设置成10，最小的话设置成为0啊。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把我们最新计算出来的增加之后的这个手术啊，把它放在这个输入框之内啊。这是加仓，然后这里是减仓，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啊，都是一样的。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平仓按钮啊，平仓的话就简单了，就是调用一下我们平仓的方法，然后把这个close 的 states 给它设定成为 false， 然后包括这里的这个催定 in action 啊，就是让它不要再暂停盘面运行了，最后调用这个插腿照啊就可以了。好，这就是全部的逻辑啊，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我们把它编一下，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没问题啊。好，我们在盘面上给它运行一下，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暂停啊，暂停之后，我们下一笔多单。好，到这个位置，我们再暂停。暂停之后，我们点击平仓。好，到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比如说我要做0.02手的空啊，卖出。然后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平仓，包括这里的暂停、还有运行、暂停、运行啊，都是正常的。包括这里的加减啊，也都是正常的。好，那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小工具的全部的内容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把它这个自己去实现一下。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